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《地心之战》第一赛季大秘副本攻略的第一期，我是亚子。那今天要讲的副本呢是蛛丝城哦，这是一个有4只 BOSS 呢，流程也算是偏长的一个副本。这个副本呢跟这季的其他副本比起来呢，我觉得它的难度呢是偏简单的，但是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机制要做处理。而且老实讲，我觉得这个副本它其实做的算还蛮不错的哦，所以我就放在第一个讲了。然后呢，你们在影片里看到的片段呢，都是在 M0 里头打的哦。因为我在做这个攻略的时候呢，M 加还没有开，但是呢，应该就是词缀上有差啦，其他应该都没有什么不一样。然后还有一点哦，这个系列的攻略呢，我不会教你怎么推进度，像哪些怪要拉，哪些怪不用，因为呢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之后自己也要学，所以呢，我只会讲小怪跟王的重点技能哦，然后把整个副本的流程跑一遍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看影片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支持一下，有什么我漏讲的呢，也欢迎在留言区补充，再麻烦各位了。好，那开场呢，我们会有2坨怪，这2坨怪我们可以一起拉着打，因为它不是很难。那这里呢会有2种怪哦，近战法师怪各1种。我们先讲比较关键的法师怪好了。这个法师怪师傅者呢会有2个技能哦，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这招蛛丝束缚，他会点一个随机的玩家对他读这个技能。那当他读条完成之后呢，被点的玩家就会被晕眩，所以这招是这里最优先要去盯的技能哦。但是这个反应时间很长，你在他读完前断都是可以的，所以应该呢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那下一个呢是这个丝网之剑哦，这招就是魔兽世界这款游戏法师怪都会的那种单体伤害技能，随机点的有断再断就可以了。但是这招会缓速哦，顺便讲一下。那下一只这个近战怪呢叫做毒刃，它会对坦毒招叫做毒性打击，会给坦上一层毒哦。这个捕食有空帮忙驱散一下就行了。反正这里的怪呢都很简单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好了，往前走呢，我们就会看到这里有一只很大的甲虫，这只叫做皇家虫旋卫士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很像某个杀虫剂的牌子哦。这只怪呢，首先它会放这个地裂级哦，范围蛮大的，要记得闪开，非常的简单。再来的是饥饿虫群，你们看到画面上它放这招的时候呢，它会往所有玩家身上喷一坨这个看起来完全不像是虫的东西，然后给他们上一个大概5秒的 dart。我看这个伤害有 M0 的第一天跳完，一个人大概会掉40%的血左右，还算是蛮痛的。所以不是打到后面高层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哦。好，那打掉它之后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广场，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有一只巡逻的皇家卫士，它旁边还跟着一只小的哦。然后前面呢有一只新的大怪，这只叫做安苏瑞克的使者。这2坨怪我猜啦，到时候 M 加应该要拉着一起打，不然后面进度应该是会不够的。因为这个副本后面的怪还蛮少的哦。好，我们先讲这个使者，他会2个技能，这2个技能都蛮关键的。第一个呢是这个扭曲思想，他会这招呢会随机点一个人造成一个单体的法术伤害，然后在他的脚下呢放一滩止水。这招尽量能打断就打断了，不然场地会很乱。那下一招呢是这个疑惑之影哦，这招是不能打断的。这个我猜应该是高层的杀招哦，它一样会随机点一个玩家，然后放一个 debuff。那当 debuff 消失之后呢，你们可以看到画面上会有几个小球从这个玩家的4面8方喷出去，所以被点的玩家呢要尽量的远离人群哦。然后这里呢会有2只刚刚遇过的师傅者跟他走在一起，所以一样确保你们要打断好他的蛛丝束缚。那接下来后面呢会有一只使者跟虫群卫士的组合，你们可以看到我这里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。我贪心就想说把他们跟前面那群一起拉，结果万万没想到一个地裂级呢完美的锁定了我们的队伍，然后啪一声人就没了。这2只大怪呢还是建议单独拉，我觉得一定会造成很多的意外。好，那第一只王演说家克里维兹，这是一只我觉得这个版本呢做的相当有趣的一只王啊，重点是它不会很难。首先进战斗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王对我放了一招制服啊，这个就是 Tank Buster， 坦克开好减伤呢去吃就可以了。我这里忘记开，你看他打了我快半条血。然后呢，你们可以看到 BOSS 的身上有一个紫圈。那在整场战斗中呢，我们所有人呢都要待在这个紫圈里面，因为只要你试图逃脱出去，王就会把你拉回来，并造成一个不小的伤害哦。我当初一看到这个机制呢，我马上就知道设计这个 BOSS 的设计师在想什么了。他一定会放一些很鸡歪的 AOE， 然后让你只能在这个圈圈里面躲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看他马上就放了一个头前顺劈，反正就在圈里面呢闪好，这些提示呢应该都非常的明显啦。然后呢，他会点2个玩家放刚刚死者的那招疑惑之影，就是 debuff 时间完呢会喷小球的那招。被点的人呢就彼此不要靠近，然后其他人也跟他们保持一点距离就行了。被这个球打到呢，你除了会受到一个很痛的伤害外，你还会被晕眩哦。总之就是保持灵性。如果你们是认识的一起打的话呢，这个网应该可以增加你们彼此之间的默契。那如果你们是陌生人的话呢，恭喜你，你又多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。那这个网的最后一招呢是这一招渲染灌输哦。他会在原地唱一个 AOE 技能，然后在他唱完之后呢，他就会在他的屁股底下落塞啊。这个很明显的是你绝对不能站上去的，所以坦克要在这里把 BOSS 带到安全的位置，然后其他人呢也要跟着 BOSS 和坦克移动，千万不要输到圈外面会被拉回来。
然后坦克在他读条这招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善用你的聘号灯去跟你的队友讲说，我等等呢会把王带到哪边，就朝那个地方狂按 G 就可以了。你看我这里就在他读条的时候呢，用聘号灯跟我的队友说，我等等会把王往后带，让他们先做好准备。但他们这里应该是都还没有打过，所以不知道机制。这个是刚开赛季第一天打的，所以呢，欢迎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不会打的朋友，顺便让他们订阅一下我的 channel。OK， 好，那在把它干掉之后呢，我们就朝着大桥前进。这里呢会有一只有名字的小怪，但它不会什么技能，打断一下就行了。在这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触发一个 RP 事件，我们要抓匪谍。那第一个匪谍呢，就在你身边后面的长廊上。这只呢是固定刷新在这里哦，点一下互动键，它就会现身了。这只怪叫做女王之眼，它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抓的间谍了。第一个招呢是这个虚无急冲哦，这招我看它的特效应该是一个打全队的 AOE 技能，有点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玩过英雄联盟，有点像旧版菲欧拉的大招，就不是不好大家的血就可以了。然后下面这个呢是它最关键的技能哦，空无猛击。它读条完之后呢会消失，然后你可以看到画面上它会顺到一个位置，然后放一个锥形的 AOE 哦，非常的酷炫。但在它现身之前呢，画面上会有一个这个小光点，然后它才会出现接着 P， 所以尽量的去找画面上的这个小光点，你才比较容易的去躲这招哦。远程尤其要注意。那打死它之后呢，副本会提示我们要去抓剩下的3只间谍，这也是这个副本最麻烦的也最经典的桥段了。这3只间谍呢会随机的灵性分布在前方的所有场地里面，而且呢这个场地非常的大。那我们要怎么找到他们呢？我们在这个区域乱逛的时候呢，时不时就会出现这些紫色的残影，我们跟着这些残影走，最后就可以找到间谍了。那在打死第一只间谍的左边呢，有一条小路哦，这里我打了好几次呢，有非常高的几率间谍呢是会刷新在这个区域里面的。所以打死第一只间谍后呢，我们可以先往这里探一下，如果都没有紫色的残影出现的话呢，我们再绕回去前面的大广场。然后间谍呢也有几率刷新在建筑物里面哦，所以可以多加留意。那其实打多应该到最后也可以大致记住间谍会刷新在哪几个点了。那我们现在讲这边的小怪，这几只呢都是会跟刚刚的间谍怪一起刷新出来的。在你成功举报完匪谍之后，那第一只怪呢是这只蛛网法师，我们这里一定要打断好它的愈合蛛网。这招只要被它唱出来呢，它就会包周遭的小怪回血哦，非常的难缠，所以一定要盯好这只怪。再来呢是它的凝脂冲击，那这招就是单体的法术伤害技能，而且会缓速目标，搭配间谍怪刚刚的隐身劈呢会还蛮危险哦，所以要记得打断好。但这里呢一定是优先打断回血啦，这招是第2顺位。再来呢是掠夺者跟追捕者，这2只怪不会什么技能哦，追捕者就是一直会乱丢飞刀，有点像以前常遇到的弓箭手。那掠夺者呢是坦克比较要注意的哦，他会对坦打一个 Tank Buster， 然后这招呢会叠层，所以打坦呢会越来越痛。碰到这只怪的时候呢，坦克一定要注意好身上的层数，并安排一下自己的减伤。然后清完所有的间谍之后呢，我们来找这个执行官哦，地图上也会有非常明显的提示，他就会带我们去开2王。那这个2王呢是一个双子 BOSS， 血量是共享的。难度我觉得也一般般，反正就是这只男生呢拿黑色冰风暴的这一只，他会招地板上的这个黑色圈圈，那这个圈圈呢其实就是他的分身啦。这个分身他平常不会干嘛，但当这只王放任何 AOE 技能的时候呢，他的分身就会模仿他，像他放头衔，他的分身呢就会放头衔，放圈圈 AOE 呢就会放圈圈 AOE， 反正就闪好就可以了。那这里反而要注意的是这只女 BOSS 哦，这招是这场战斗的关键杀招，但是这个技能呢好像是没有读条的。你们可以看到画面上的女 BOSS 的身边呢有很多这个兵剑，然后除了坦克以外的玩家呢身上都会有一个蛮明显的蓝色箭头。这里所有的玩家呢都要分开站，也注意不要站在其他玩家跟女 BOSS 之间的路径上哦，因为等一下这个兵剑呢它就会射出去，然后穿过路径上的所有玩家，你只要吃到2发呢，应该就是直接拜拜了。然后他们应该是能量在满的时候呢会放这招协调步伐，他们2个呢会在场地上乱冲哦，就闪好就行，范围很小，正常人应该都闪得掉。之后呢他们就会进到 P2。那 P2 呢会多一个技能哦，这个坦克跟所有玩家呢都要注意。王会对坦克丢一招叫做凝霜匕首，在这之后呢，坦克身上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蓝圈哦。这时候呢，其他人千万不要以为那是 AOE 跑掉，要赶快进去跟坦克分伤，不然坦克会暴毙。这招非常痛哦，坦克也要记得开个自保技能去顶一下。那这个王大概就是这样哦，非常的简单。那后面的小怪呢，跟刚刚那一区遇到的呢都差不多，就是打断蛛王法师的回血啊，坦克注意掠夺者的层数啊之类的。但这里呢会多出一只怪哦，对坦克比较麻烦，就是这个征召兵。你们可以看到我右上方的 debuff 栏呢，除了掠夺者给我上的，又多了一个。那这个小怪呢，会给坦克上破甲，而且这是可以叠层的，非常靠北。所以坦打这里呢，一定要格外注意。那后面的楼梯上呢，这一波怪应该是最难的一波怪了。它会有2只蛛王法师加掠夺者加征召兵，爆发跟减伤呢就尽量留给他们就好了。然后他们的后面呢会有一只大甲虫哦，皇家毒客，这是一只大怪。
除非你对你们的队伍非常有信心，不然我非常不推荐你把它跟前面的怪一起拉。要拉也是清到一定的血量后呢，再去拉它。这招怪呢，它会放这招猛毒喷雾，它会对全队造成一个很痛的 AOE， 然后不断的往地板上喷要闪的毒圈。捕师呢在这里压力会非常大，因为你要闪毒圈，就代表着你很难在原地施法嘛，所以才会说不要跟前面的怪一起拉。然后就是地裂解跟前面的甲虫怪一样。那在杀掉它之后呢，后面的门呢就会打开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会进入到我认为整个副本呢最恶心的环节了。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房间呢会有很多的蛛网，你不会想要去碰到那些蛛网，因为只要你一碰到它们呢，它就会生出一只精英怪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走位哦。然后这里呢会有一只大怪不稳定的实验体，它会读条放要闪开的地板 AOE， 以及读一个不断要炸全团的 AOE 哦。层数上来呢，伤害应该也是蛮感人的。然后呢，下一只就是这个区域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怪了——苏瑞基异常者。这个怪呢，它会放一招叫做虚无浪潮，它会对全团造成一个不是很痛的 AOE， 但关键的不是这个 AOE， 是当这招唱出来之后呢，它就会击退周遭的所有玩家。然后你们还记得刚刚的蛛网吗？你被击退到蛛网上，生了一堆小怪，然后就是灭团。所以这一个技能呢是一定要打断的，用群 CT 控呢也是可以的。反正就是你们在这个区域的时候呢，你都不要让他把这招给唱出来哦。王房间的门口外面呢，也会有2只这个怪，我们可以直接把他们拉到王房间里头，跟中间的这些小软泥一起打，可以降低很多很多的风险哦。那把这些小软泥给打掉之后呢，3王就会出来。所以你们不想打 BOSS 的话呢，记得要退到房间后面，才不会引到3王哦。好，那3王的凝结聚合体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暴力的 BOSS。我们要做的只有2件事情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闪好地上的黑水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当场地上有很多的黑球慢慢朝王靠近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去把他们给撞掉。因为一旦他们碰到王呢，王就会恢复7%的血量哦。但碰到这个球呢，也是有副作用的哦，它会给你一个吸收盾哦，所以不要一个人吃太多呢，会非常危险。这个球呢，跟王的 Tank Buster 会组成一个连锁杀招，这招是叫做趁夜溃击。这招除了打坦很痛之外呢，它会给坦上一个减治疗的效果，不是会不好把你的吸收盾给刷爆。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你是坦克就可以吃一堆球哦，高层的时候呢，应该会非常的危险。然后王的能量到100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读一个全团 AOE， 配上前面的吸收盾呢，捕食的压力也会非常的大，但你也只能硬着头皮干啦。这个王应该就是设计师呢设计专门来虐捕食的。好，那打完它之后呢，原路返回继续前进。尾王的房门前呢，也会有2只刚刚介绍过的异常者，把他们拉进去，顺便触发一下 RP。RP 完之后呢，会有2只大怪，一只叫做长老知隐者，这只会先出。再来是甲虫大怪笨重的战壳。那长老的关键技能呢是这个回影之姿哦。你们可以看到他会对全队读一个紫色的光束，然后读完之后呢，就会把所有的玩家给定身。然后呢，你们要把绑在自己身上的蛛网打掉才可以解除。DK 的绿盾呢是可以直接免疫这招的，所以我自己很机灵，直接开就不用打了。所以在他唱这招的时候呢，所有人呢都要集中战，这样才会比较好 A。那他还会唱刚刚很常看到的丝网之剑哦，就有打断就顺便打断就可以了。那另一只笨重的战壳，它跟刚刚的甲虫怪呢会放那一招看起来不像虫的虫群 AOE 加 Dart， 捕食就刷好就行了。你们可以看到我这里刚刚开的绿盾又直接顶掉了这招的 Dart， 就问你们细不细节？然后呢，它会放各式各样的地板 AOE 哦，一样闪好就行了。然后在它放完这个圆圈的 AOE 之后呢，地板上就会刷出很多的这个小甲虫，他们应该是不会干什么特别的事啊，坦克就拉住，然后带着怪一起 A 掉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打完这2只呢，就终于来到尾王了，无上结合者哀族。这个尾王呢非常的简单，他会的技能呢就跟刚刚讲的那2只大怪一模一样，就是2个的技能呢组合在一起。但是呢，它会多出几个技能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场地上会有很多的这种小球，这个球呢是不可以碰到的，碰到会有伤害。BOSS 呢，他每隔一段时间呢，就会把这些球踢到其他的位置。这个位置呢，会有一个像画面上这样的一个小纸圈。这些球在经过的路径上呢，也会对路径上的人造成伤害。但是这个技能的提示呢，非常不明显哦。我们以前遇到这种技能的时候呢，通常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大箭头跟你说，这个球会往哪个方向飞嘛？但是这个就没有，只有一个很不明显的光束哦，所以也只能自己多加留意了。然后呢，他会放一招叫做结合，就是一个全队的 Dart， 捕食住一下就行了，伤害还蛮高的哦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坦克丢的 Tank Buster， 坦的身上呢会有一个很大的紫圈，然后 BOSS 呢就会把这些球呢砸到坦克身上。开好捡上吃，其他人远离哦，非常的 easy。那剩下呢就跟前面的2只大怪一模一样了。王唱火影之姿的时候呢，大家记得站一起把蛛网快速给打掉，不然你会被球给撞到。然后出甲虫的时候呢，快速把甲虫给打掉，然后闪好该闪的 AOE 呢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小甲虫好像是要快速打掉的，因为我在看地层导览手册的时候呢，它上面说这个甲虫咬人呢会叠层，然
然后跌到5层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自爆，把所有人炸晕4秒啊。但我自己打到现在呢是还没有看过，所以就是可能打到高层的话呢，大家要记得优先转火这个甲虫，然后可以风筝的话呢就尽量风筝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本集的攻略了。如果有帮助到你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个赞，或是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。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吧，各位，拜拜。